长期以来房价一路向上，今年若没有买，好像明年会更贵。其实当大量资金涌入市场时，房价是一定会涨的。而当全球资金大退潮，股债齐跌，房价何时会跌呢？自从2022年3月美国开始鹰式升息3码，至今也到了2024年，仍有许多有购屋需求的民众依然在等待房价的下跌。大家好，我是小李子。美联储在2024年预计降息，人们还是会想靠买房子来赚钱吗？以下将以投资房地产，用不同角度的人之立场来探讨3大类的人对房市的观点及做法，大家可以参考其利弊，重点择善而用。1. 炒房投资客。炒房跟炒股的意思有点类似，就是希望能快速的透过价差来赚钱。例如，买的房子从500万台币上涨到800万，那就可以赚300万价差。若是从500万台币跌到400万，那就亏钱100万。对炒房投资客而言，比较注重短期的房价，因为目标就是要赚到短线的钱，故有时买房的时候连房子都不用看，就直接购买了。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国也有很多炒房投资客，当时没有工作的人也可以得到银行的贷款，只要手上有房子，而房价就会不断的上涨。美国的银行不断的借钱以及收取利息，结果房价泡沫化，造成很多炒房投资客破产或轻生。但借钱给这些人的银行早就把这些债权卖出去，并且获得政府大量资金的帮助，而政府为了救房市，采取大量的印钞票，银行就可以继续赚更多的钱。不过经过这事件后，全世界的政府就规定，银行借贷需要有严格的资产评估。若是想要跟银行贷款借钱买房，银行需要看你的薪水、资产、年龄以及负债比等指标，也就是跟银行借钱的门槛变高了。故近年来炒房投资客变少了很多。其实房地产的投资者每次在买卖房地产时，都需负担很重的税，以及支付给房仲佣金。尤其在2008年后，全世界房屋贷款变困难了，也有很多国家政府提出相关政策去限制炒房，例如限制买房一个人只能买1间，或是规定短期几年内不能卖出，不然就要缴交重税等机制。2. 投资自住客。房子对投资自住客来说，可能会想要兼顾投资、自住或租人会比较想要长期持有，但买房需要有计划，最好能进可攻，退可守。假设若美联储升息，房价没有涨，甚至是跌，要如何做？很多长线的投资人做法会在大家对房价悲观的时期，先找到比市价便宜的房子，然后把低于市价的房子谈判杀价的更便宜，再入手买进。例如800万台币的房子，在经济景气不好时卖700万，然后杀价到600万，即可省200万，就是价差利润。买了房子之后，基本上中短期就不会卖，因为想赚的不是房价涨了之后卖出去的钱，而是可以运用买来的房子租给人，再利用收房租带来被动收入。另外要还给银行的钱，也会因为买房的价差较便宜，跟银行贷款的钱也比较少，每个月支付的房贷相对减轻，或者是由租客帮忙负担，房东会把升息的风险转嫁给租客。故这类投资人的策略，就是运用房价下跌时去买被低估的房子，采取中长期持有。另外假设房贷是3万元台币，第一年支付的房贷中，可能有 70% 是利息， 30% 是本金，而10年后会变成 50% 是利息， 50% 是本金，20年后就变成 30% 是利息， 70% 是本金。但是10年后租金可能从3万元涨到6万元，20年之后可能就涨到10万元。也就是说，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房贷的利息支出变得越来越低，还会贬值，但房子的租金收入却变得越来越多，也就是财富的累积，在不用房价暴涨的情况下，就已经长期的在增加了。3. 观望的族群，对买房有刚性需求，永远徘徊在买房跟租房之间。租房子可能觉得不符合经济效益，因为每个月的房租若支出了就拿不回来。想买房子可能预算不够，或担心一买就下跌，或者是怕买了之后负担不起，
不想一辈子背着房贷。有些人会把买房当成是人生最大的梦想，一般是想买房用来自住，可能存了大半辈子的钱，才刚好购买一间房子。买房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是人生最大的投资，通常是努力的工作，期望生活平稳就好。通常会买不到房子，是因为怕房价上升，会嫌贵不敢买，等到房价下跌，又怕买了之后跌得更惨，最后也怕自己买贵，所以就更不敢买了。有一部分的人，可能因为要结婚要生小孩等原因，不得不买房子自住，而前些年因房价一路飙升，部分的人就靠着幸运赚了不少钱，故长期看来，有买房的人其财富都会比没买房的人多几倍。最后，美联储预计2024年降息，对房价会产生什么影响？囤积钞票是好事吗？其实，房价并不是被少子化或人口老化等因素影响，而是货币政策。如果美联储降息，代表会继续印钞票，那么钞票又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了。大家都能了解，房子或者是优质的资产才是真正的财富，钞票只是纸。故对于投资人来说，卖房等同于把资产变成纸，故若真的需要钱，可以把资产作为抵押，但先不要卖掉。把房子视为终身的财富，因为我们存的不是钱，而是房子，持之以恒，长时间下来就会越存越多。另外，建议可以在降息之前，先到蛋黄区去投资布局，因为蛋黄区拥有最好的学校、最好的企业、最高的收入、最方便的交通、最健全的医疗制度、最好的饮食及文化等等，享受这些地方的医疗、教育、金融文化等优质条件。纵观蛋黄区的房价，长期来说都是上涨的，因为房价总是会被这些好的因素持续推升上去。另外，房价的涨跌也要看市场上面有钱还是没钱。例如2022年到2023年，因为升息，所以很多人都把钱存入银行收利息，大家都不去买房，所以成交量才会下跌。升息就等同于把市场上大部分的钱冻结了，但是利息比较低的地方，例如日本的房价在美国升息的时候创了历史的记录，因为日本在降息，日本的市场上有很多钱，所以大家都去日本炒房。台湾也一样，虽然没有降息，但是台湾升息的幅度对比全世界是很低的，所以台湾依然有很多钱，房价依然还是坚挺。那中国也降息，但因为贸易战，外来的资金不像以前一样那么容易进入，而且中国房贷的利息虽然有降了，都依然很高，很多人也在询问或观望2024年能不能买房。其实当美联储不断印钱，就会出现通货膨胀，钱就会变得不值钱，代表10万台币在10年后能买到的东西变得更少了，但同时借了100万的债务也会变得越不值钱，借钱的人也会变得越来越轻松。所以货币贬值，人们可以选择把贬值的货币换成资产。投资的本质其实是将可以无限印刷的钞票转换成难以随便增加供应的稀缺资源，因为随着钞票不断的增加，稀缺资源的价值也会水涨船高。也就是说，只要通货膨胀仍然存在，那买什么资产比较好呢？买黄金、名画或房子。买房子只要找到对这个城市有需求的人就可以了，而银行抵押是最好的资产照妖镜，因为银行认为风险越少的资产才会认可拿来做抵押，且大部分的房子可以抵押到70%到80%，所以房子是可以用来增加财务杠杆，并且被银行认为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资产。我们可以透过银行贷款去买房，当然不是为了变成房奴，而是以最快的时间把我们的财富翻倍。大部分人借了30年的钱，在第5年就因为房价上涨而把房子卖了。就算真的住了30年不卖，那通货膨胀也会把债务变得不值钱。当还款的时间越长，虽然还的债务数字在账目上变多了，例如房贷还10年只需要100万利息，现在若要还30年的话，就要多还100万的利息，一共是200万。但实则是赚到了，因为10年后的100万可能还是一个压力，
因为这100万贬值后，还可能等于现在的50万，但是30年后就算200万，可能也只是等于现在的1万。当还的利息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少，而且这些利息还变得不值钱的时候，房贷压力可能也就是跟随我们几年，然后就会变得较轻松，甚至有能力多买一间房了。所以2024年还能不能买房？从升值的角度，2024年美联储将会降息，大家会慢慢的把钱从定期存款中领出来，然后用在投资和消费上面。所以买房看的不是升值，而是买了以后就不卖了，在房价调整的时候去买房，而不是去卖房，因为卖了之后就买不回来了。买房是有税、装修以及有中介费等等的成本的，在房价调整的时候用低价去卖房，房价贵反而是给资金较少的普通人可以用最小的成本撬动最大利润的资产。倘若资金不够的时候，或许可以跟家人们合伙一起去投资房地产，或者是买房后出租，把利润按照投入的钱去做分派，让还款压力变得较简单和轻松。结论，请大家记得，通货膨胀是以复利的形式去蚕食我们的财富，而房价上涨跟车价、物价也相同，房价的增值也一样是复利。买房并不只是为了投资、自住或租人，更多的是用来保护你的资产和财富的。